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我们来看老鼠绝活歌瘟疫之源图奇绝活歌的一个兑现情况，然后它的出装和符文搭配。那玩老鼠的玩家肯定知道了，那个卢安娜的飓风肯定是不能缺少的，因为这件装备老鼠就是靠被动还有爆发打输出的。所以像前期的话这个版本饮血是必不可少，然后其次就是它的分裂弓，然后穿甲，这三件套做出来以后配合上大招，然后被动的爆发，对吧？老鼠是这样子，它的被动呢可以叠5层，就是对应英雄造成伤害以后，它可以叠加被动。命有被动的话就会中毒，中毒的话就会有那种真实伤害，效果最多叠5层嘛。就是如果说在敌人身上被动叠满的话，叠满5层的话，那就会移速会增加，有增加移速的效果。但像前期的话，老鼠很弱势的，所以都是要等到装备成型以后，然后打团的时候是靠游走，就是靠怎么说呢？靠打团的时候切后，或者说在后面进行收割的。像他的 E 技能就是毒液爆发，就是你的那个有被动的敌人身上，每层印记越多，伤害就越高。所以前期的话，老鼠这边也就只能说拖到后面去打团，或者说做切后。之前的版本的话，老鼠是真没法玩，后期前期没前期，后期被法师抓着秒，根本就没办法，就是没有输出空间的。这版本不一样，这版本首先大家都肉起来了，其次呢射手装备增强，所以没人太扛的不太扛得住那个射手的伤害后期。这里面你进入潜行的过程中呢，可以增加10的移速。如果附近有敌人的话，快把你显形的话，你就可以提高，又增加10%的移速，就直接是20%。所以老鼠作为一个游走的话，后期只要他找到一个好的切入点，你的视野没有做好的话，那老鼠就会很爽。这里的话，两边互换了一个资源，这里下来，但太着急了，杀不死。倒是有露露的大招，队友在，对面也不敢往龙坑里面来切。这里面就可以看出来，前期老鼠真的没什么伤害，很低。
而且对面金克斯加猫咪都本来金克斯前期都已经劣势了，这老鼠比他还差。这里面这一局也就好在先把露露给拿下来了。如果对面是露露配金克斯的话，都不怎么好打。这里面就是因为他选了猫咪，猫咪的话前期的压制力还不至于说大到完全喘不过气来那种。这里面金克斯拿了个人头以后，装备上首先装备上的压制吧，他们多回了一次家。这里的话清完这波线，但还是不够出银血，好像还是差点钱。但没办法了，必须得出了，因为对面回去你如果不做装备，够呛。那这里的话，他选择先做一个小制裁，减少对面的恢复量。这里的话，到了6分钟，资源团开始，现在节奏都比以前快了。上路的一塔已经拿到手了。这里的话，可以尝试的把劫给收掉。可以，对面没有打野了，那这样的话可以直接拿这条小龙，然后直接转上去拿那个先锋。像基本上你玩到后期，你是玩老鼠，然后你都是隐身过去以后 W 起手，先叠被动，因为 W 就那几下可以打出，主要就是为了提供被动的，就是那句话，早用早 CD， 可能你还能用第二次。而且 W 是有一点点的减速效果。这里面开大招，对面好像是交了那个疾跑，追不上。如果强行追又是越塔，不好这样子去太冒进。这边的话就是有小龙和那个塔的优势，人头上的优势的话并不是太大，所以经济上面没有拉太开。这里的话选择直接来抓，这样的话发条是跑不掉了。这种就没有，前期是伤害太低，没有人头进账，所以发育总体来说就中规中矩了。
像这种时候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中立资源，然后赶紧去刷经济，赶紧把那个卢安娜的飓风给做出来。玩 C 位一定要学会自己刷经济。现在的话就是野区的话，只要打野没有说要去刷，他在干其他事情，你就可以尝试着帮他刷野，因为他是没有那个现版本的打野是没有那个时间能一直清野，清的特别，除了盲僧啊或者这种大优势的情况下，队友完全不需要帮太多，我就刷完一组野我就去帮忙，刷完一组野去帮忙这种。不然的话，大部分的打野来说都还做不到这种效果。部分 AD 英雄可以吧，但也是要么是职业哥，要么是绝活哥才能做得到。所以你们像平时单排啊，或者说主排，都可以尝试着帮打野刷清一下野，这样更好的去反清对面的野区，不会浪费资源。你看这里面打野都在吃河蟹，完全没有空过来再吃个跑这么远吃个3狼，然后又拖节奏又那个。这里发现了个落单的杰，啊，终于有第2个人头进账。那这样的话，对面杰掉了的话，就可以拿大龙了。啊，武器这种又臭又硬的，在上面站岗。不过他有大招，问题不大。上面啊，瑞文也跑去打了。但这里面不太好的就是队友武器应该不能再去打了。那这里面能拿到大龙，问题就不大，还好。要是大龙被抢了，就出大问题了。这里的话，刷完这组野回去把护甲弓出了，出完以后，这样的话伤害就完全没问题了。开完大招以后就可以尝试疯狂扫射。像团战的时候，对方最喜欢就是他们站在一起，或者说站成一条线。玩老鼠的玩家，就完全不虚，这样的话跑不掉了。但伤害已经打够了，只要队友补一下伤害，完全没问题。其实当青钢影来的时候，就应该要往后闪，但估计想省技能吧。这时候大招啊那些伤害已经没有了，但问题不大，说明伤害已经起来了。对面打的话也没那么容易。像这种瑞文
哦，蓝被对面抢。哦，没有，直接拿下来了。刚刚没有，像这种时候就是你要帮瑞文去刷野，多帮他刷野，就是没视野的野区刷掉他，不然就会给对面杰拿走。特别是后期的那种共享 buff 的这种蓝红 buff， 更不能让。这里的话，其实应该选择来拿小龙，但当然有瑞文完全没问题。这里的话可以把对面的秒掉，射手秒掉，跑不掉的伤害完全是够的。这局的话，输出环境是完全 OK， 所以选择做无尽也完全没问题。但如果说你像你输出环境很差，那你就可以考虑一下做火炮，对吧？可以增加移速，又可以增加攻击范围。这样的话又要来开始打龙了。这边优势的话完全没问题，乌鸦上去站在上面站岗，哦，把乌鸦给秒掉了。武器又在上面站岗了，在另外一边稳稳的城下。那这样的话可以选择往中路推进。啊，两个人直接开大招，穿死。有大龙，那这样的话可以基本上可以调2路高地，下路的话兵线太差了。哦，对面那个谁，金克斯有那个也出了那个卢安娜的飓风，没有大龙，那个都不怎么好推，因为对面有2个手长的，伤害真的还是蛮高的。这里的话直接来拿。那后期的话，蓝红的话一个共享，完全无所谓，谁拿都 OK。谁经济差一点，只要跟他说一下你差几百块出件装备什么的，他都会让你。但这种正常情况下，肯定是以射手为主，因为像这个版本后期简直就是射手的天下，只要你能站得住，能打得出那输出。哎，这里可以直接算是可以开始收割了，有大招有闪现，完全不怕。把高地推掉，然后再把中路兵线没有了，那没办法。这里回头找个机会把杰给秒掉。这样的话，回头去拿远古龙。
像老鼠如果拿到了远古龙，基本上就没法打了呀。那哪扛得住啊？就各种烫，全是真伤。只要他挂上毒以后，那远古龙的 buff 就一直烫，一直烫，基本上就奠定了游戏胜利。你开个大招就站在超远程，在那里，除非劫过来，但有露露这种跟屁虫，基本上不可能的。像如果大家要是有这样的露露玩家，我操也是很爽。但有个点就是你玩射手你得意识好，你能一直在做正确的选择。你一旦做出一个错误的选择，其实对于辅助来说很不爽。辅助玩家来说，因为你带着，因为你送的话，肯定一送就送2个。这样的话，双龙会直接开大招，射结束，直接游戏结束。好，那这一期的话就到这里啦，欢迎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